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瑞银表示，预计将拨备约9亿美元，用于与格林希尔资本供应链融资基金相关的信贷瑞士基金。该报价将使基金投资者在赎回到期日和 NAV 的 90% 之间做出选择。下一条，丰田汽车股东大会上，关注焦点在于董事长支持率。代理咨询公司建议不重新选举丰田章男，理由是担忧治理和大股东独立性。丰田章男的支持率去年从2022年的 96% 降至 85%， 但他只需要多数选票即可连任。接下来，亚洲股市表现不一。中国公布工厂产出5月放缓，房地产市场仍低迷。美国股指期货小幅下跌，油价下跌。下面这条，一架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800客机在其中一具引擎起火后安全降落在新西兰机场，起因可能是鸟击，乘客人数和引擎起火原因尚不清楚。接下来这条，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在法国议会选举前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新支持者，因为长期以来将民族主义团体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传统规范正在崩溃。下一条，瑞银集团将向格林希尔资本破产事件中信贷瑞士基金的投资者返还大部分投资资金。截至7月31日，投资者可在2月25日以 90% 的净资产价值赎回其投资份额。下一条，英国将于7月4日举行大选。2年前，英国大规模市场崩盘的阴影令政客们倍感担忧，投资者对英国债务担忧，债务问题成为大选竞选期间的热门话题。市场对此反应积极，英债波动率降至2年来的最低水平。下面这条，中国央行维持贷款基准利率不变。因5月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房地产持续疲弱。尽管北京采取措施支撑经济，但疫情扰乱和房价下跌导致支出不足。下一条，通胀数据下滑持续推动股市上涨。华尔街普遍上调了标普500指数的年终目标价，因预期通胀持续下降可能促使美联储降息，这为股市上涨提供了更大空间。下面这条，中国住房市场持续下滑，工业产值低于预期。分析师认为，尽管政府出台了支持措施，但房地产投资和房价下降仍加剧，消费复苏乏力。为实现 5% 的年度增长目标，中国可能需要加大力度提振消费需求和缓解失衡。下一条，美股期货周一大幅上涨，接近创纪录的高点。投资者猜测2023年牛市涨势是否还有上行动能。接下来这条，日本 TDK 开发出固态电池用新材料，能量密度达1000瓦时升，远高于现有产品，有望大幅提升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小尺寸设备的性能。接下来这条，阿迪达斯因收到匿名信函指控其在华存在腐败行为，股价下跌 4%。 该公司表示正在调查此指控。此次事件凸显了企业在中国市场开展数字业务时面临的监督和控制挑战，并可能影响阿迪达斯重新获得在中国市场的立足点。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法国政治动荡导致巴黎失去欧洲最大股票市场的地位，输给了伦敦，距离从英国赢得该头衔不到2年。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